自上月中旬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后，有美方消息人士就多次通过媒体透露有关中美两军高层可能年底前会晤的消息，声称目的是加强沟通，避免擦枪走火，保持战略稳定。然而，美方一方面说要管控分歧，另一方面却挑衅动作不断。美陆军部长沃姆斯近日就宣称，美军需要强化在东南亚的足迹，要用3招来威慑中国。中国国防部早已亮明态度，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周三在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线上活动中称，鉴于过去20年来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美军必须清楚了解现在面临的挑战。随着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美国将重心转向印太地区，考虑到地理位置，美国陆军正准备通过专注于军事基地、后勤保障和远程导弹这3招来适应这个地区的遥远距离，以应对和中国的任何潜在冲突。说到应对中国的3招，沃姆斯解释称，美国陆军将通过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保持基地补给，支持所谓可能被中国军队占领的盟友，以及从美国海岸发射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来做出陆军的贡献。沃姆斯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装备部署以往都是以东北亚为主要方向，而扩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符合美国与区内盟友伙伴的利益，并点名印尼、泰国以及印度等。但实际上，印尼和泰国是最早表态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国家。而在上周，印度外长还与中俄外长发布联合公报，表态支持北京冬奥。这显示，即使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印度也与美国有较大温差。深圳卫视注意到，沃姆斯没有明确点名将在东南亚的哪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也没有任何东南亚国家表态允许美军在该国建军事基地。但沃姆斯提到美军与菲律宾的访问部队协议，他说与菲律宾在洽谈延续基地租用期方面的进展良好，菲方对此协议表态反反复复。今年7月，杜特尔特表示将全面恢复这一23年前的协议。这项1998年签订的协议准许美国以轮调方式在非驻扎数以万计的军人，以参加每年几十次的军事和人道救援演练。实际上，美国印太战略主要是海军主导的，如今美国陆军也展现出积极参与的姿态。这次沃姆斯提出应对中国的3招，也有向国会及五角大楼索要军费的动机。沃姆斯提到的3招中，远程导弹格外值得关注。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过往媒体报道，美国一直在计划将陆基中程导弹部署在一些亚洲国家，包括陆基巡航导弹、陆基弹道导弹和未来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总统前军控事务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曾宣称，为了遏制中国紧迫的威胁，美国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是极为必要的。2019年8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更是为其实施这一计划打开方便之门。而条约失效后几天时间，美国就再次成功试射了陆基战斧巡航导弹。近期，美方更是频繁开展高超音速武器和各类洲际导弹试验，寻求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中导，扩大反导系统部署。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都曾是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理想之地。不过，这一计划在这些国家都遇到巨大阻力，难以实施。有军事观察人士注意到，沃姆斯此番并没有提及中程导弹，说的是远程导弹。从他声称美国海岸发射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这一点看，他对于美国能否真的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显得底气不足。实际上，对于美国在中国邻国部署任何导弹，中方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和欧洲地区部署陆基中导，冲击国际军控进程。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也明确回应，中国国防部此前已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如果有关方面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坚决反制。其中有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躲避，但有些东南亚国家也是欢迎的。那么主要原因在于有中国同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有关于南海的久而未决的争端。东南亚海洋国家和半海洋半陆地的国家与中美之间这样一种复杂关系，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美陆军部长沃姆斯周三在视频会中还声称，美中打开沟通渠道非常重要。香港南华早报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刊发独家报道称，在上个月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后，两军已经开始讨论军方高层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报道说，对话的形式和细节尚未敲定，双方正考虑明年1月举行电话或视频会晤，因为都认为战略稳定是首要任务。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知情人士首次爆出这样的消息。上周，美国彭博社、日本经济新闻都曾报道过，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据报正或安排在圣诞节前与中国军方高层通电话或举行视频会谈，为的是加强沟通，避免擦枪走火。如果成事，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以来中美国防高层首次对话。外界注意到，原本计划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取消。当时台海、南海局势就呈现紧张态势，外界期待的中美防长在相会上首次会晤也没能实现。观察指，有关中美两军正讨论高层会晤可能性的消息是由境外媒体接连爆出，中方从未发布任何相关消息。由此可见，对于中美两军的风险管控，确保能够沟通交流，相较而言，美方需求更为急迫。毫无疑问是美方更着急啊！美方从4月下旬以来一再强调，虽然两方的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竞争，但是绝对要防止中美双方就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台海形势的高度紧张加剧了美国这样一个期盼。然而，美方的对华政策依然表现出严重的分裂感。美陆军部长沃姆斯一方面声称美中打开沟通渠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寻求第二次冷战；另一方面却在宣称美方最好的策略是确保美国的威慑力足够强大。事实上，美方近期在计划对台售武、过航台海、军机运送议员赴台等方面小动作不断。现在沃姆斯又宣称寻求扩大在东南亚的通道和基地部署，以遏制中国。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的话说，沃姆斯的言论充满挑衅，美国似乎在试探中国对美在周边逾越红线的反应。美国方面在不引起中美军事冲突的前提之下，继续几乎不停息的加深加宽对台湾的全面支持。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有双方很高层的军事对话和沟通对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总的状况，我相信不会有决定性的良性的影响。外界注意到，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曾就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有何期许表态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台湾、南海舰机抵近侦察等方面讲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做了不少挑衅性的事。对此，中方理所当然要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中方重视发展两军关系，愿与美方保持交流合作，但中方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美方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有分析认为，近2年中美在现实层面的危机管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是因为美方将中美关系置于竞争的认知下，将危机管控当作危机触发后的救急行为，既没有认识到危机管控的关键在于预防危机，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危机螺旋式上升乃至失控。而且，美方将危机管控议程与双边关系原则截然分离，中方则认为相互尊重是管控分歧的首要原则。比如，美方在涉台问题上不断挑衅的做法，就严重制约了中美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制约中美军事对话的，从到目前来说，主要是中美双方总的政治关系，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尖锐对立的立场和实践。军事交流本身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之下会发生多大的作用我想可能美方的期望高一点，但中方的期望我估计我猜测没有那么高。